2026年3月1日，美伊开战仅仅一天，执掌伊朗37年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美以的斩首行动中确认身亡，其家族核心成员更是同步遇难，令全球震惊。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斩首行动，而是伊朗政教合一体制的精神支柱断裂，国家决策中枢瘫痪，战争将从可控打击滑向全面失控的终极拐点，自然也无法避免地将全球拖入能源和地缘的双重震荡。此次的美伊战争会持续多久？伊朗会不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这对全球局势和中美的博弈会有哪些影响？大家好，我是微笑，我将从战争根源、伊朗困局、大国博弈和全球冲击的4个维度，深度剖析这场冲突本质，以及它将如何重塑世界的秩序。看似美以对伊开战的直接导火索是2026年日内瓦谈判的彻底破裂，但这场冲突的种子其实早在40年前就已经埋下了。2026年1月以来，美以的核谈判从伊斯坦布尔辗转至阿曼，最终在日内瓦陷入死局。美国提出永久协议，包含了3项核心要求，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解散抵抗之狐，销毁中程导弹。本质上其实就是要求伊朗自废武功，彻底沦为中东版的沙特，一个没有地区影响力的石油附庸。而伊朗的让步也早已触及到红线，同意永久不发展核武器，将核浓缩稀释到 5% 以下，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突击检查。但美国谈判代表仍不满意，因为伊朗拒绝放弃导弹研发和地区影响力。美国这种赢家通吃的霸权逻辑，让谈判一开始就失去了意义。再加上以色列的背经主义，他们零容忍和核焦虑。以色列对伊朗的敌意源于3个担忧：抵抗之狐的火箭弹骚扰、伊朗导弹的远程威慑，以及对伊朗核能力的终极恐惧。这种恐惧催生了以色列的背经主义，绝不允许死敌拥有核武器，谁搞就炸谁。从1981年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到2007年空袭叙利亚的核设施，再到2026年对伊朗的预防性打击，以色列的铁拳从未因为道德争议而手软。伊朗和过去的叙利亚不同，骨子里刻着的是中东霸主的基因。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将反美刻入了政权合法性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正因为反美才得以有建立的根基。伊朗注定无法像沙特那样甘心当美国的加油站，这种骄傲让西方文明始终对伊朗保持着防备波斯的传统，也让美伊的矛盾从利益冲突升级为生存博弈。伊朗的抵制意志虽强，但面临的困境却像波斯湾的暗流一般复杂。一方面，伊朗内部治理的体制也存在内弊，教士集团、革命卫队、世俗政府的利益三角，使得教士集团可以通过基金会来控制石油电信的核心资产，不交税且不受政府的监管。革命卫队既掌握军权又搞商业，控制港口机场和走私渠道，世俗政府则在两者的挤压之下，靠印钞来维持运转，最终导致了通胀高企，货币贬值，民众怨声载道。这种吃肉喝汤的分配模式，让伊朗的经济在制裁内耗中一败涂地。2026年开战前，伊朗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就已经跌到了1比3万，普通民众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这种内部矛盾为外部的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加上伊朗的军事体系也弱得像个筛子，反情报能力弱得令人啧舌，否则也难以使得美国的斩首行动如此顺利。其实2018年，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就靠着情报系统潜入了德黑兰的仓库，将100吨核计划档案打包走。2020年，顶级核专家法赫里扎德在首都郊外被卫星遥控机枪暗杀。这种单向透明的处境，让伊朗的军事部署在美以面前形同裸奔。技术方面更不用讲，伊朗的导弹和防空系统与美已存在代差。开战首日，以色列利用民航客机作为人肉盾牌，让伊朗防空因为担心误击而不敢还手。身处地缘靶心困境的伊朗，犹如一头被包围的波斯雄狮。西边是叙利亚战场，南边是也门的乱局，东边是阿富汗泥潭，北边是与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更致命的是，它被美国的盟友之狐包围着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形成了反伊同盟，让其地缘环境比朝鲜的战略缓冲区要恶劣100倍。这种地缘孤立让伊朗在遭受美以打击时很难获得大国的直接军事支持，即便中俄在外交上谴责美以行动，也很难为伊朗直接参战。这种战略孤独是伊朗最致命的短板，敢打能打，但很难赢，这就是伊朗今天真实的处境。那么这对中美俄和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呢？
美以对伊开战绝非简单的地区冲突，而是大国全球博弈的关键落子。特朗普政府的战争目标清晰而冒险，他要推动伊朗政府政权更迭，摧毁其导弹工业。这种一石二鸟的策略，本质是想复制小布什打伊拉克的成功经验，但时代变了。2026年的美国不再是过去的美国，防空导弹库存也未得到及时补充。国内的 MAGA 阵营对美军事干预伊朗的反感也在日益加剧。当然，更关键的是，伊朗并非是2003年的伊拉克，它拥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导弹库存。其革命卫队经过去中心化的改革，即便是高层被斩首，也能够继续作战。哈梅内伊被斩首，并不意味着冲突完全结束，很可能是更大混乱的开始。伊朗的精神支柱崩塌，权力真空出现，革命卫队会迅速接管最高权力，温和派彻底失势，国家会进入全面强硬的战时状态。国内的民生矛盾被复仇情绪掩盖，全民的抵抗意志被瞬间点燃，政教合一体制很容易走向军事化和极端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动用全部导弹力量反击以色列和美军基地，会成为大概率事件。局部战争会从有限打击升级为全面对抗。所以，如果特朗普想要花小钱办大事，最后很有可能会陷入中东版的越南泥潭。当然，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要知道，中国有30%至50%的进口原油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此次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会使得布伦特原油或涨到120至150美元，每桶每涨10美元，中国的石油年进口成本就会激增1200至2000多亿元。油价会推高物流、化工、航空、制造的成本，挤压企业利润。对于世界博弈、中东反伊同盟强化，中国能源布局更显被动。当然，我们对此也留有后手。在能源通道方面，中巴经济走廊的瓜达尔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用输油管，一旦波斯湾停运，中东石油可以在瓜达尔港上岸，通过管道和铁路送达新疆。中缅的油气管道、中俄的中亚天然气管道构成了多元化的能源输入渠道。可以说，海运是量大价廉主干道，管道是稳定可靠生命线，铁路是灵活应急的备用通道。对于中国而言，海运主导、管道、压舱、铁路补位的组合，构成了能源安全的立体防线。而在货币结算上，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桥的推进，正在逐步打破美元的垄断。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的本币互算协议，以及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所的跨境交易，构建了石油人民币、黄金的新循环，促成沙特和伊朗的世纪大和解，将伊朗纳入了上合组织，把沙特、阿联酋拉进金砖国家。这些动作也是让伊朗不再是孤立的反美斗士。对俄罗斯而言，俄罗斯在中东的支点是叙利亚，但多年战事已经让其深陷泥潭。美以对伊开战，客观上减轻了叙利亚战场的压力，但也让俄罗斯失去了与伊朗联手制衡美国的筹码。因为从能源角度看，伊朗虽然是俄罗斯的潜在竞争对手，但地缘政治上两国有共同的反美需求。这种矛盾也使得俄罗斯立场很模糊，他既谴责美以的行动，又不愿为伊朗过度消耗自身的实力。对于全球的冲击上，能源正道与秩序重构的多米诺骨牌将通过美伊战争的影响，以波斯湾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特朗普想通过低成本快胜利为中期选举造势，但伊朗不是伊拉克，更不是阿富汗。伊朗有众生，有工业，有导弹，有全民抵抗基础。美国越是猛打，伊朗可能内部会越团结。这场战争极大概率不会快速结束，而是会变成美国难以脱身的中东泥潭。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供应链的重构，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制造业将面临成本飙升，亚洲的电子产业、汽车产业也会因能源价格波动而遭受冲击。这种震荡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会重塑全球产业布局。美以的对伊战争本质上是美国试图通过控制能源咽喉，维系其美元霸权和全球主导地位，而中国的应对则是在建构一个去美元、去霸权的新秩序。这场博弈的胜负将决定未来10年的世界格局，是美国继续维持一超独霸，还是多极化世界加速到来。伊朗的战场只是这场宏大博弈的一个缩影，波斯湾的战火不再只是中东的事情。一方面会重塑全球能源的格局，霍尔木兹海峡停摆，油价长期高位，通胀压力传导至全球每一个国家。第二是去美元化会加速，越来越多国家会看清依赖美元与海上通道等于把命门交给了别人，
石油人民币本币结算，多边支付体系会迎来真正的爆发期。第三，多极世界会加速到来，美国单极主导世界会因为这样的战争而进一步松动，中东、亚洲、欧洲、全球南方都会重新思考安全与发展的道路。朝鲜与伊朗的对比已经说明一切，完全封闭不行，完全妥协也不行，完全硬碰硬也代价惨重。未来的国家生存只能靠自主自强和长远布局。美伊的战争还在继续，导弹还在飞行，油价还在波动，没有人希望战火蔓延，但没有人能够阻止历史走向。伊朗在抗，美国在赌，俄罗斯在观望，中国在布局。2026年的波斯湾不只是石油与海峡的争夺，更是旧秩序落幕、新秩序诞生的战场。